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4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乔丹的第16代战靴 AJ16。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球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双鞋可以打几分呢？作为一双以兼顾场上以及场下都可以穿着为设计初衷而推出来的篮球鞋，它在外观方面是不是好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但是奢华这一个词用在它身上，绝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鞋头处的漆皮材质，鞋身上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再加上这一个皮质的磁吸式罩子，用料真的非常扎实。虽然我手上的是16年的复刻，但是也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了。我上脚穿了没多久之后，右脚的漆皮就出现了裂痕。这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们想要购买一些老鞋去用来进行实战，尽量不要去购买全新的，因为球鞋放着不穿，它的老化速度会比一直在穿着的会更快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球鞋的大底只在内侧几块区域上面使用了橡胶材质，其他区域都是 TPU 材料。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在干净的场地上，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底下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多余的滑动。但是如果场地上有灰尘，那它的抓地力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几乎每一个回合都需要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够有勉强够用的抓地表现。而包围住橡胶的 TPU 材质，当你在干净的场地上面使用的时候，确实啊，它是抓得住地的，即使是这些区域接触到场地也能够抓得住地面。但是如果是木地板，对于地板的损伤会有一点大。当然我相信这些球馆都不是大家的，对吧？也没关系。而当你穿这一双鞋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在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这时候这大底上面的 TPU 材质就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够用的抓地力了，脚底下很容易出现踩空的现象，如果不凑巧还会有受伤的风险。好在它的耐磨表现非常出色，球鞋的大底橡胶硬度在硬度计测试下的读数在70左右，这硬度表现穿它用来打水泥地都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这一双鞋这一个价格啊，是不是要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还是请兄弟们考虑清楚，也问问自己的口袋是不是能够接受。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前掌的 Zoom 加上后掌的这个名字叫做 Lomos Air 的气垫，这个气垫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听说过，因为使用了这个气垫的球鞋真的并不多，好像只有在16和17代上面使用过它。它的整体体验会比较接近 Max 的感受，在运动的过程中，后掌的气垫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不过它跟 Max 气垫一样，在缓震方面的表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并不会有什么震脚的感觉出现，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不过这是需要一定体重基础才可以的。如果小体重的兄弟们，你们穿这一双鞋可能会有踩不开的这一种情况出现，可能还是会觉得它的后掌硬得离谱。而反观它前掌的 Zoom 气垫，虽然在初上脚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存在，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前掌的软弹，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战之后，前掌在发力点位置处会有明显的不适感，那一种因为中底过硬而产生的不适感，或者说是疼痛感。虽然听着好像有点离谱，但是事实上确实就是这样。它在前掌的脚感真的非常拉，但是前掌偏硬的调教为它带来了极为出色的前掌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非常的直接，基本上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水平。再加上几乎贯穿了整一个中底的碳板以及外部全掌的 TPU 键，在跑动的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碳板以及 TPU 外底所提供给你的推进感，跑动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对于依靠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这中底简直是爽翻了。没错，那个人就是小当我。球鞋的中底龙骨落差是比较适中的，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不管是半场的实战还是全场的实战，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中底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适配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而这双鞋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一定是它的鞋面。说起 AJ16，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一定是它这一个可拆卸的罩子吧？这个罩子其实对于实战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它的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让你搭配正装使用的，能够遮住它的鞋带，让球鞋看上去更具一体性。但是它起不到任何包裹方面的加强，它对于实战方面的影响只有让球鞋变重。在不使用罩子的时候，单只42.5码的重量是430克，还算可以接受。但是当你戴上这个罩子，它的重量就直接上升至了505克，505减去430。一个罩子的重量高达75克，简直是丧心病狂。对于实战毫无加成不说，反倒还会拉低整一双鞋的穿着体验。所以在实战的过程中，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一个罩子拆掉，再去进行使用。摘掉了罩子之后，它的实战状态才完全的展现了出来。磨砂的皮质鞋面加上网布材质的组合，球鞋的鞋楦宽度比较合适，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略微偏宽的朋友都可以进行选择，并且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这一双鞋依旧使用了之前几代 AJ 都在使用的这一个快速系带系统，穿脱非常的方便。只要一拎最上面的这一对鞋带，整一个系带系统都会收紧，不用再一下一下的去抠前面的鞋带。这一双鞋的内部填充做的是很扎实的，拉紧鞋带之后，鞋面能够牢牢的包裹住你的双脚，在包裹的舒适性以及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不过在跑动的过程中，脚趾部位的漆皮材料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褶皱，并且会有明显的硌脚感。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一双鞋在鞋面方面的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都非常不错。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合适的鞋楦宽度，再加上球鞋中底橡胶在外侧有着一点点的上扳，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后跟处的鞋面虽然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加厚处理，但是整体还是会偏软一些。不过在内部有着硬度比较不错的钢宝加持，在外部还有着一块 TPU 键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在后跟处的支撑也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足弓处的支撑也算是恰到好处，虽然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扳，但是穿上脚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中底在足弓处有着微微的抬起，能够比较好的贴合住足弓，足弓处会有比较明显的一种承托感，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我相信应该是不需要担心的吧？看看它几乎覆盖了全掌的碳板，以及覆盖了整一个大底的 TPU，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去怀疑它的整体刚性吧？这一双鞋在整体的支撑抗扭方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的。穿它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鞋身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形变，不管是多高强度的实战，它都没有问题。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宽大的大底在前掌也有着明显的外扩设计，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整体是比较偏硬的，重心也控制的比较合适，穿它打球脚底下是非常踏实的，不会有一丝不放心的感觉。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双鞋其实在所有的 AJ 正代当中是一双不太受待见的篮球鞋，高昂的价格，不算出众的实战性能，除了收藏爱好者之外其他真正会去购买这一双鞋的朋友真的不多。它的抓地力表现并不出色，脚感异常的生硬，并且外底所使用的这个透明 TPU 特别容易氧化发黄，还有很多朋友还会出现断碳板的这一个情况。这一些都导致了这一双鞋在销量方面一直不是很好，热度也并不是特别高。不过如果这些点你都可以接受，其实它还是一双适配范围特别广，几乎所有位置上的球员都可以选择的篮球鞋。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小，脚底下的力量不是特别好，那这一双鞋也不适合你。由于球鞋的中底刚性特别高，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双鞋有点板脚，也可能会踩不开它的气垫。不过如果你具有一定的下肢力量基础，并且特别喜欢依靠爆发力去进行突破，那这一双鞋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出色的反应性加上它空前的中底刚性，突破的时候它中底所提供的力反馈在其他鞋款上很少能够体验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购买，尽量还是购买一些复刻的时间比较新一点的，不然开胶或者开裂之类的问题会让你非常的头疼。
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